说起二战拼刺刀哪家强，冲剑术绝对位居首位。毕竟是武士出身的国家，日本对于拼刺刀有着莫名其妙的钟爱，并且这项拼杀技术实在是太牛掰了，甚至许多国家在拼刺技术上都在不断的学习和改进日本冲剑术。那么冲剑术到底有哪些优势，让这么多国家都抢着学习呢？是日本陆军拼刺的主要战斗技术之一，说白了，它就是日本对武士道精神的一种执念，以至于日本近乎以残酷的手段来训练士兵，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拼刺技术。当然，冲剑术的出现却是日本非常尴尬的一种选择。1877年西南战争，要不说人家武士道精神就是牛逼呢，一群精于白刃战的旧武士，硬是拿着破铜烂铁给军队砍麻了。日本人一看你这不行啊，我军队既然打不过你，那我就加入你。从警察部队里招募了旧武士，组成拔刀队来对抗，这才给叛乱者给压制下来。但是这一战过后，日本也发现自家拼杀技术实在是太拉胯了，赖好咱也是进入到火器时代的人了，让一群冷兵器给我砍麻了。于是日本越发重视现代战争中的刺刀拼杀战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的制式步枪380步枪，这个长度和日本人的身高实在是不成正比，这玩意儿也太长了吧！1280毫米的枪长，再加上一节长刺刀，足以达到了1670毫米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长度真的太适合拼刺了。要不说武士道真的离谱，日本当年几乎所有的武器设计师都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但也正是在这种支持下，日本在拼刺上下的功夫远远高于其他国家，称其为世界第一也丝毫不过分。或许有小伙伴会问了，冲剑术到底是咋拼刺的？凭啥就这么厉害呀？白刃战中，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，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，枪托稍下垂，再支撑腿侧面，半斜向面对对手，刺刀尖略与眉平，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，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，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。日本刺刀术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动作：突刺、刺左、刺右、刺下、防左刺、防右刺和欺骗刺，防守、突刺肩背，并且非常讲究快准狠，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，直接击杀目标。再加上本来就枪长的优势，这让日本在战争前夕几乎占尽了优势，并且当年日本在西南战争后，很快将冲剑术写入了教科书，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了解学习这项技术，以至于在战争前夕，日本的拼杀技术几乎是全世界最顶尖的。这不仅仅是吹嘘，在实战中冲剑术爆发的战斗力非常离谱。当然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以3个日本士兵形成一个防御性的小阵型，通常能够抵挡10个或以上的中国士兵。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冲剑术就是仗着出其不意和枪长的优势，面对笨重且短小的中国大刀随便吊打。当然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当年日本在明治维新后，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，身体非常健硕，而反观中国士兵往往常年吃不饱饭，营养不良，非常瘦弱，所以在近战上几乎无法对日军造成太大威胁。不过日本冲剑术也并非是无敌的技术，别看它确实狠，但是坏就坏在了日本刺刀过长这个问题上了。许多人或许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日军在发动冲锋拼刺时，往往都会先退掉枪支中的所有子弹。别以为人家是好心好意不用枪，跟你来一场公平的真男人1v1大战。实际上他们退子弹主要是因为怕误伤友军，毕竟这个枪太长了，万一擦枪走火还真不好说会打到谁。所以他们往往会做许多前期非常尴尬的不必要动作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冲剑术最主要的原因，它更大的问题在于过长的刺刀，使用者的身体素质必须高于对手，才不会出现被人夺取刺刀的尴尬场景。所以说，也就是当时中国积弱，大量的作战人员身体素质跟不上，你让日本和美国人拼拼试试，美国人咋不咋也是啃带血牛肉过来的，人家那体格子不说虎背熊腰，那也差不太多了。日本面对这种对手，在近战上不仅不会有任何优势，相反还会变得束手束脚。
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事实上日本重建术并没有和美国正儿八经对抗过，主要是战争刚开始前，日本精锐部队都在中国境内，人家那拼刺手段，中国军队是实打实领教过的，实在是太离谱了，那是真打不过。1v1你就压根别想，没有3-5个士兵想拼死日本士兵，那绝对是痴人说梦。为了提高部队的拼刺技术，中国军队也是不断的借鉴日本重建术，甚至衍生出了解放军拼刺技术。当然，之所以战争后期能拼杀过日军，还是因为日本前期损失了太多精锐部队，后面拉上来的新兵蛋子，别说拼刺刀了，枪都快端不稳了。此消彼长之下，自然抹平了之间的差距。然而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面对的日军也并不是战争初期的精锐了。不过，他们的武士道自杀精神还是很离谱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美军在面对日军冲锋刺杀时，几乎都快被打懵了。麦克阿瑟都想问问天皇，这都热武器时代了，你们是深山里的原始人吧？还用冷兵器呢？但这玩意儿对付美军还真不好使，真给美军冲懵了。但很快美军也发现了，你不是爱冲锋吗？大人，时代变了，掏出自家防身的小手枪，对着日军一顿点名，这才算是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拼杀攻势。但是如果说哪国对待日本重建术最离谱，还得是战斗民族前苏联了，人家干脆什么手枪步枪都不用，端起冲锋枪就是一顿突突，直接给武士道打成骰子。不过时至今日，即使是热武器的战场，依旧少不了白刃战的出现。重建术作为一种战斗技能，绝对是经久不衰的一种技能。各国之间在白刃战技术上也在不断的进化，力求最大程度击杀敌军。但不得不说的是，在那个年代，日本重建术确实非常强，战争初期在拼杀上几乎鲜有对手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认为在二战期间，谁能在拼刺上和重建术一较高下呢？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，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